但是我要问您呢，春节期间您参加的最多的活动是什么？我估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十有八九会说，就这个。春节前后，登门访友，各色饭局接连不断，全民饭局推杯换盏，只是为了吃饭，还是另有玄机？敬酒有道，入座有方，小小竹筷究竟暗藏哪些所谓的饭桌潜规则？本期老梁观世界带您走进饭局很冷静，从来不疯狂。没错，春节期间呢，尤其咱们成年人干的最多是什么事儿？参加各种饭局。你看初一、初二、初三，家里头的这些亲人聚会，往往呢歇着这几天呢，朋友得聚，单位的人得聚，反正你这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在春节期间呢，多多少少都要维持一下。所以我说这个饭局啊，可以说得上是中国人春节，这都不能说春节期间，一年到头咱们有相当多的朋友，你忙活什么？恐怕忙活的最多的事儿就是参加各种各样的饭局。有不少人就说呀，咱兜里不是有很多钱的，可是有人就提疑问了，没很多钱，可中国人在吃上真舍得花钱，一年到头在饭局上花的钱不计其数。这方面呢，不是我在这说，咱们有确实的根据。咱们先看段视频。饭局消费可以说是中国独有的经济形式，婚丧嫁娶、庆生祝寿、朋友聚会，生活中的各种大事小情，人们都习惯用饭局来完成，甚至很多商业交易都是在饭局上成交的。节日期间，各色宴请更是推波助澜，新春抢订年夜饭，部分商家订座率竟然高达 200%。饭局无疑推进了中国餐饮行业的迅猛发展。据统计，2004年中国餐饮业营业额超过7000亿，2008年中国人均餐饮消费达到1100多元，这是中国人均餐饮消费首次突破1000元大关。2011年餐饮业营业收入突破2万亿，饭局消费正日渐成为大众消费的主力军。刚才这段视频看完了，你可能觉得确实中国人一年呢花在吃上的钱是真不少。那么说中国人就这么喜欢吃，就这么喜欢喝酒吗？不是，得有相当多的朋友心里都有这念头，哎呀，就别吃啥饭了，你要真找我吃饭，你把那钱给我得了，饭钱给我就行了。可能很多人都这心态，这说明什么？就像我们这期节目的标题，饭局很冷静，从来不疯狂。你别看有个电影叫《饭局也疯狂》，疯狂的根本不是吃饭，而是饭局之上的弦外之音。这也就我们历来说的酒无好酒，宴无好宴。就这饭局这俩字儿，关键不在饭，在这局。局是什么意思啊？情况、局势、圈套，非常复杂的含义。就说我们要在饭桌上解决饭桌以外的问题，这个可不是现代中国人才有，古往今来都如此。你记不记得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一场饭局鸿门宴？那不就是沛公刘邦和霸王之间为了争夺天下之前，你强我弱、尔虞我诈的一场饭局吗？你看这个饭局上面多热闹，项羽犹豫不定，范增既然就要灭了刘邦，刘邦战战兢兢还不敢不来，樊哙替主子出头，可以说大义凛然就杀进来了。而这项庄起来就想替这个范增把这个刘邦给杀死，项伯起来了，舞着剑护着刘邦。你看各怀心腹事，就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的政治利益、人际关系、社会关系都在这边就体现了。我们现代的饭局好多都是这样，为了在这个局上啊把这事儿办了。你比方说什么什么事儿，咱要求到哪个人了，好，得有个中间人。这个中间人呢，一手托两家，跟这个关系不错，跟这个关系不错，好，我把你们弄一块儿了。为什么要在饭局上说事儿呢？说咱底下偷着谈不好吗？那不是，因为在饭局上一上来，咱不可能直接说事儿吧？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什么什么局长，这是哪个公司老板。哎呀，久仰久仰久仰，我有个亲戚跟你也认识，双方一下成熟人了，拉近关系了。即使这事儿办不成不要紧，喝酒喝酒喝酒，大家不伤面子，好里好面就把这事儿弄过去了。所以中国人呢，无论是桌面上的事儿，还是在底下运作的事儿，往往不大习惯呢正正经经的在这谈事儿，都愿意在一种相对也比较和谐的场面下，就说办成了咱固然好，办不成咱也不伤害感情，买卖不成仁义在。所以这个时候饭局对于沟通各种利益就显得非常重要。而这种利益呢，有正当的利益，也有不正当利益。有的人说，老梁你说这个不对啊，这我们平常这哥几个多长时间没见了，战友同学朋友凑到一块儿喝一顿酒吃顿饭，怎么了？
我们也没什么底下利益往来呀。咱实事求是说，绝大多数的中国人的饭局没有我刚才说的这些利益交换现象，但是这种饭局也不是纯净的就为吃就为喝，为的什么呢？拉近感情，增进友谊，建立小圈子。那么很可能这种利益呢，不是摆在表面上的，可是咱们有这圈子了，将来利益互换，我有事找你，你有事找我，这是最常见的。就是饭局有的时候是为了沟通感情，确立一个人际关系。再飲少少啦，你喝一杯了。在王小贱的怂恿下，我第一次参加了同事们下班后的聚会。而在不久之前，不夸张地说，我是一出公司大门就想装作不认识同事的那种人。不过现在有点后悔了。其实原本生活里就未必只有陆然，还可以有他们这些可爱的朋友。我们经常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如果一个人他参加什么样的饭局，你把这些饭局记录下来，你就基本可以知道这个人的脾气、秉性、爱好、社交圈子、职业特征都有了。所以这个就是马克思说的，人是所有社会关系的总和，饭局是社会关系最好的一种交织形态。咱们可能有不少朋友都有这感觉，如果隔长不短的每场饭局你心里都发慌，你感觉被这个社会抛弃了，被周围的人抛弃了。就像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咱一下海，哎呀，你可别去，那都没单位了，没有单位哪行呢？我们感觉没有组织了，没有单位了，没有圈子了，你心里头会有种恐惧。所以说，这个饭局给你带来的这种人际交往是什么呢？其实根本不是为了绝对利益的交换，而最主要是中国人的群体意识。我不能不合群，我不能失去我的依靠。所以饭局两大功能，最主要两大功能：沟通信息、利益交换。第二个就是给人心里带来安全感，我是有组织的。那么饭局这个好处呢，使我们拉近了感情，确立了自己的社会关系，但是它同时呢带来一点副作用很大。有的时候这个吃饭，我们大家比较诟病多的是这个公款吃喝。那么公款吃喝，它不仅仅是说吃了喝了，还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咱们这个相关呢有一些数据大家能看得到，就是有一些机构啊，还有一些这个研究这方面的专家给出了一些数据，咱们一起来看看这些数据里看出公款吃喝得消耗了多少钱。你看，这是那个社会学家朱立佳调查出的一个数据，因为平均摊起来啊，公款吃喝在三公消费里正好占1/3，应该达到3000多个亿一年。这是2004年的数据。2004年呢，咱们另一家官方机构呢也出台了，说三公消费里边呢，公款吃喝呢得有3700多个亿。那么通过这一点，我们就能看出，在2004年的时候，公款消费就公款吃喝至少得有3000多个亿。那么到现在，恐怕这个数据还会再往上涨。你看前不久南方周末，它的这个头版头条就报道了安徽萧县的公款吃喝情况。不光全县这上上下下都吃喝，而且吃喝过程当中的酒都是领导或者领导的亲属代理的。所以这样的现象应该说给这个社会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而且公款吃喝的罪恶不仅仅是花公家钱，还在于浪费。一桌饭呢，好酒好菜，结果有的时候往往动不了几块，意思到了，感情到了，这饭菜就拿下去了，剩下的只是制造垃圾跟地沟油了。所以这个浪费的现象也是让国人感到无比心疼的。而这个现象呢，在春晚的舞台曾经就有过表现。95年春晚的时候呢，赵本山范伟有个小品叫《牛大叔提饭》，里边就反映了公款吃喝带来的巨大浪费现象。客人不来了就不用你踢了，不来了啊！来电话了，说不来了。整这大桌菜，说不来就不来了。那没事留着呗，万一晚上客人再来呢？那我再等一会儿。那晚上要再不来呢？啊，那可能明天来。明天菜不都坏了吗？坏了就倒点重做呗。到了重做啊，这不常事吗？常事儿啊，老牛啊。按理说呢，你那个玻璃的事儿啊，乡长已经批条了，咱们公司应该照办。可是现在公司里的经费啊，实在是太紧张，太困难，太紧张了，太困难了，太困难了。姑娘，给我找点塑料布行吗？哎，对，赶紧找点塑料布，包点菜拿回去。包什么菜呀？我要塑料布是给学校挡窗户，放个败家玩意儿。哎。看了这个小品呢，很多朋友可能很有感触，有的人就说了，那中国人啊可不都是好吃好喝呀，那有这个现在有时髦的话说请人吃饭不如请人流汗，那为什么联络感情的方式咱们不去搞个体育锻炼，或者卡拉 OK 唱着歌，
或者一起去看个戏呀，听个歌曲什么的。那为什么不用这些活动代替饭局呢？而偏偏大家都愿意选择饭局来联络感情，来建立自己的社会圈子呢？哎，这里头也有门道。那为什么联络感情的方式，咱们不去搞个体育锻炼，或者卡拉 OK 唱唱歌，而偏偏大家都愿意选择饭局来联络感情，来建立自己的社会圈子呢？哎，这里头也有门道。首先一个，我们说有句话叫众口难调，有靠汉气的，有喜欢唱歌的，有喜欢评书的，有喜欢大鼓的，有愿意锻炼的，喜好什么都有。这些爱好很难把人聚到一块儿，可唯独吃不一样。谁不得吃饭？到点你不吃饭行吗？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所以吃饭是大家共同的一种选择，你到点就得吃。所以饭局最容易把人聚到一块儿，也就是说饭局是人的一种刚性需求，都得吃饭嘛。所以这一点是饭局的共同点，基础之所在。第二个呢，你假如头一天咱们说打网球锻炼锻炼，完了大伙儿在一块沟通感情挺好，第二天打，第三天再打，不累垮你了吗？唯独吃饭，没有说是咱吃饭去吧，不用，我上个月吃过了，你那吃过管什么用？头天吃完了，第二天你还得吃，所以它是个循环性的需求，更利于大家往一块聚。还有一点大家不要忘了，饭局上有一样特殊的感情催化剂，利益助推剂，什么呢？酒。如果没这个酒，我们都知道无酒不成宴席。这个酒有什么好处呢？首先第一个，迅速的让你进入晕乎乎的状态，然后陌生的人变成熟悉的人，熟悉的人变成亲密的人。这个酒可以麻痹你的神经，降低你的原则性，让你觉得周围的人在自己眼前都分外的可爱，分外的亲密。所以酒是融合感情的这种助推器。那么这个酒应该说，如果饭局上没有酒，那就不称之为饭局。很多人逃避这饭局，就怕喝这酒，可这酒又不得不喝，因为这种酒呢，不是痛痛快快的喝，不是说拿起杯来不干我自个儿都难受，而是你不得不喝，还要讲各种各样的规矩。在这个饭局里边，酒的规矩是最大的。我给大家举几个简单例子，你就明白。一上来作为主人敬客人，然后呢是陪客的这些人来敬客人，然后客人呢回敬，这三个程序完了之后，才进入到我们说喝乱套的时候，自由发挥，你敬你的，我敬我的。这是你要逾越了这套程序，那就是坏了规矩。而且敬酒这说法非常多，比方拿起杯来，白酒杯必须得双手举着，而且敬酒的时候呢，一定得是你得比对方喝的多，要不然能显出你的诚意吗？一般都是我干了，你随意啊，是这个，这叫敬酒。那一般领导跟人家碰杯的时候，记住，或者长辈啊，咱这杯得比领导的杯低碰的。所以一般你要当领导，你记住，你杯得拿到胸口这，你别搁这儿，你搁到这儿人怎么敬还得比你低，给你跪下，那肯定不行。所以这个酒上这种的规矩是非常非常多的。而且你看敬酒不能光站着傻着，那你喝吧喝吧，那成什么？那成音驴了。敬酒得有敬酒词啊，中国人敬酒词太丰富了，有一些你听着都比较搞笑。过去不叫什么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感情铁喝吐血，只要感情在喝啥都不算赖，只要感情有喝啥都是酒，这些都过时了。现在这敬酒有好多时髦的词儿，比方说早上喝酒迎朝阳，中午喝酒暖洋洋，晚上喝酒喜洋洋，喝死咋也比枪毙强。你看劝你喝酒，还告诉你早上喝酒别喝多，省得领导说；中午喝酒别喝醉，一般下午都开会；晚上喝酒别喝倒，免得老婆到处找。你看他给你主动做出开脱。当然这些呢，他的这个主题不一定正确，可是在酒桌上呢，往往起到了拉近距离的作用。所以在这个酒桌上，这些规矩都是非常非常大的，你都得小心谨慎的注意。所以你说喝杯酒，你还要想着这些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你当然感到累了。那么这种累呢，它不仅仅是喝的时候，一开始就累。你比方说请客，我们看这有一个桌子摆着，一般来说请客的人你进来得坐哪儿呢？得坐到最靠门边的那个桌，那个凳子上。为什么坐那儿呢？谁进来你得给领座，哎呀你好你好，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你得坐在那位置。最尊贵的客人坐在哪儿呢？这个桌子他坐在正对着大门那个位置，正对着门这位置是最尊贵的。然后往下排，左边比右边尊贵。你比方说次要一点的坐在左手，再次点的挨着主客坐在右手，
这么来回左右左右左右这么排。坐在门口的呢，往往不是办公室主任的小秘书，再不就是买单的。他为什么这么做呢？他有中国的传统文化道理。坐在这块的主客，你看正对着大门，法握全局，谁进来谁出去，你都能看得见。坐门口那个不行了，他背对着大门，谁进来他都不一定知道。上菜呢都得先喊他慢回身呢，您得给侧着。那么在具体吃饭的时候，咱们有的人都知道得有个吃相，别喝汤呼噜呼噜弄出动静来，别剔牙的时候对着对方喷一下弄出一个木耳来，弄人脸上来，不雅观。这都是细节。比这个更细的，你看咱们吃饭用什么？用筷子。这个筷子说法都非常多。你比方说这筷子放到桌子上，你注意不能怎么放呢？别一个长一个短往那一放，这对着谁是对谁不敬，这叫三长两短。说三长两短是啥？有人说就出点事，不是。三长两短就是指谁死了。为什么叫三长两短呢？过去那棺材几块板？6块板。把棺材盖弄下来，等着成殓死人的时候几块板？5块板。5块板两头的和底帮的是长的，2个堵头是短的，这叫三长两短。三长两短就指死人。你筷子这么摆是咒人的，不好，这叫三长两短。把筷子拿起来夹菜的时候在菜盘里划了，我记有块瘦肉来着，哪儿去了？这不好，这叫夜叉巡海，很不礼貌。夹一块菜不往回夹的时候滴啦啦往下撒汤，这也不行，这叫泪煮遗珠，这很悲哀的事，跟掉眼泪似的，也不行。说是我来我给你盛碗米饭，把筷子一插给你吧，这不行，叫当面上香，也是咒人死。你这筷子掉地上拿起来放桌上，得对两边人道歉，这叫落地精神。你看中国人这饭桌上这个说法太多了。尤其比方上一道鱼，我们都知道一上鱼这就要敬酒了。这鱼怎么喝这酒？鱼头1杯，鱼尾2杯，这叫头1尾2。有的更巧的说法叫头1尾2甩炮3。怎么叫甩炮3呢？鱼眼睛不是个小炮吗？把这鱼眼睛夹起来，不论放在谁那儿，谁都得喝3杯，头1尾2甩炮3。说为啥他得喝3杯呢？人家有词儿啊，来挖下你的小眼人送给我的心上人，你看你还得喝3杯。所以你看中国人在饭局上这些各种各样的讲法，让你感到眼花缭乱。那这不光是吃喝，走的时候特别注意。咱们有的朋友啊说这饭局上我这么吃太累了，我还得想这想那个。有的时候不是累，这是人际交往的礼貌。比方我说到这个人，我要提前走一会儿，提前走一般情况下不要跟桌上其他人打招呼，最多跟左边右边人说我走了，我有点事儿啊，我先回去了。然后站起来一定要跟主人道个歉，我先走了，对不起失陪，先走。你注意不能跟一桌人一道别，我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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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正在那喝好好的呢，你一走把这气氛都搅了。最可气的有的人啊，我走我往东去，你们谁往东去，我车带你走，人家挺好的局，让你这一搅和，大家拿起来衣服都要走，你说他不得主人得气死啊？那我也走啦。我这儿有部戏，咱俩聊啊。我走。那我也走啊。行了，走吧。所以不能做这个不礼貌的人，尤其是主人送你到门口，别拽着主人手磨磨唧唧。哎呀，你看你啥时候你去啊？你走也不去，你来吧，你走也不来，磨叽个没完了。人家主人那边还得招呼客人呢。所以咱们有的人呢，不是说饭局上的这些繁文缛节咱们都要记住都讲究，这有点虚伪。但是这些人际交往起码的礼貌你应该琢磨，应该考虑。所以你看今天呢，咱们给大伙儿啊把饭局上这些个说法啊，饭局的社会意义啊，为什么中国人喜欢饭局啊，给大伙儿说了不少东西。但其实我们说过多的饭局对咱们社会风气，对咱们每个人都不是一件好事。咱们有的人呢拼命的找饭局，没有饭局心里就发慌；有的人呢疯狂的躲饭局，一见着饭局就眼晕，就怕喝酒；有的人呢把参加饭局当做一种享受；有的人呢把参加饭局当做一种忍受。饭局也疯狂，挑战智慧的地方，一步走错全盘结束，我才丧失了。什么情况啊？所以我想呢，如果有朝一日啊，中国人不再讲究这种群体意识的社会圈子想法，不要把工作和饭局和生活联系那么紧密。如果有那一天
到了参加饭局的时候，端起酒杯，没人敬你，你都想喝。哎，你是真心实意的跟大家交流，可能到了那一天，中国的饭局也就真正的得到了净化，而中国的社会风气也就真正的得到了净化。在去年12月8号，中国象棋界发生了一件大事儿，4位全国冠军顶级的特级大师许云川、蒋川、赵欣欣、孙永征，分别从广州、上海、杭州和北京赶赴到了沈阳，干嘛呢？这4个人要合力和一个12岁的小孩下一盘棋。那么这个小孩到底是谁？他怎么有这么大的号召力呢？看了这个照片呢，您可能感到挺诧异，怎么这孩子躺在床上拍的？这个孩子呀，名字叫做刘洋，他来自辽宁省盘锦市，今年12岁，身患尤文氏骨癌，现在面临着生命危险，他的胯骨几乎都融化了，走路走一步都剜心似的疼痛。那么他的最大愿望就是呢，能够跟顶尖的特级大师啊，全国冠军、象棋冠军，能够下上一盘棋。我们看刚才我说这几位，许云川，这是名满天下的中国象棋第一人，有少年姜太公之称。蒋川、赵欣欣和孙永征是最近几年涌现出来的80后全国冠军，绝对的实力派。那么这几个人能够来到沈阳，得到了不少的这个社会关系的支持，而这4位棋手呢，也表示愿意陪这个孩子下棋，给他圆梦。特别重要的是呢，这个事儿有一个人直接参与了组织，这个人名字叫翁涛，他就是曾经因为郭美美这个炫富事件被卷进去的中宏博爱董事局的主席，可以说之前在网络上名声并不好。那么说翁涛是怎么样参与这个事儿，并且主办的这个事儿呢？咱们要把这个事儿说清啊，咱首先还得从刘洋这说起。我们一起来看看视频。12岁的刘洋是盘锦市一名6年级学生，从小就表现出过人的象棋天赋，还在市少年象棋大赛中获得亚军。他的父母都是下岗工人，父亲患有严重的糖尿病，整个家庭全靠母亲维持，每月收入不过400-500元。但是为了能让孩子接受象棋培训，父母省吃俭用，短短几年，刘洋的棋艺大增。然而去年5月份的一天，一个厄运让这个原本拮据的家庭雪上加霜，刘洋患上了罕见的尤文氏骨癌。2次手术让刘洋一家负债累累，病情再度复发，有的专家建议放弃治疗。一家3口挤在几平方米的廉租屋里，一筹莫展。甚至为了省下第3次化疗的费用，他们没交采暖费。小刘洋隐约知道自己病得很重，但是他很懂事儿，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病床上，靠研究棋谱消磨病痛。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和象棋大师下一盘。刚才大家看了这个孩子呀，确实看着挺让人揪心。由于化疗呢，他的头发都掉光了；由于打激素呢，显得比一般孩子还要胖。其实这是一种虚胖，打激素打的。那么这个事情最开始呢，是由辽沈晚报驻盘锦记者站的一位叫徐刚的记者发现的。这个记者到了他家采访，把这个孩子的事迹呢弄到了报纸上。你想他中国最好的，他是大声说的，声音特别大，就他本来他都是很萎靡的。我在想，徐刚本人也不认识这些特级大师。徐刚发表了文章之后呢，就把相关内容啊发到了微博上，结果就被一位网友，他的名字叫苏州象棋李健，他把这个微博呢转发，在整个象棋圈里边转发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多次得过全国象棋冠军的少年姜太公许云川，在广州表示，你们谁能联系到这孩子的父母，我愿意圆这孩子梦。这时候在北京的蒋川，在杭州的赵欣欣也都表示，我愿意帮孩子圆梦，因为这2位也是新晋的全国象棋冠军。那么与此同时，在上海的中国象棋的泰斗，有胡司令之称的胡荣华，给这孩子还提了字了，提的是再坏的棋也要坚持下来，祝刘洋小朋友早日康复。然后胡荣华说，我就不能去沈阳了，这样我让我徒弟，他的徒弟名叫孙永征，是去年2011年的全国象棋冠军，让我徒弟代表我去跟你下一盘棋。剩下这3大棋王也是同时和孙永征一起到达的沈阳。这个时候小刘洋在沈阳，这么的4位特级大师都来到了沈阳的辽宁宾馆。
说小刘洋呢，从7岁的时候开始接触象棋，然后呢，接受了正规一点的象棋训练，他的棋力并不低，但是呢，跟这4位名满天下的特级大师相比啊，他这棋力明显要逊色很多。那么在现场下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这4位大师呢，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呢，让着这个孩子下。后来呢，许文川呢把这个棋谱传给我，我看了一下这个棋谱，以我的判断呢，这个孩子大致相当于2级棋士左右的水平。现场下呢，我们刚才也看了，这孩子坐一边，然后这4大高手做成个半圆，怎么个车轮战下法呢？是这孩子走一步，比方说他走第一步，蒋川先走一步，他走第2步，孙永征走，他走第3步，赵云新走，他走第4步，许文川赢。也就是说，这4个人合力跟这孩子下。有人说，那这不欺负人吗？不是，因为4个人可能有4种想法，远不如1个人思路连贯。其实4个人下1个人，吃亏的是这4个，不是这1个。这也是这4位大师呢，一个方面为了圆这孩子梦，另一方面也是让着这孩子。那么整个这个棋局呢，咱们有的象棋爱好者可能会感兴趣。这个棋局开局呢，小刘洋走的是炮8平5，这是一种常见的中炮开局。那么后手黑方这4位特级大师呢，应的是屏风马，是比较稳健的一种布局。在双方下的过程当中啊，我实事求是来讲呢，其实双方啊，这个孩子对高手下，我们可能经常有这感觉，我跟一个高手下棋能和下来就不错了。这孩子其实是在想求和，而这4位特级大师呢，也在顺水推舟。所以双方呢，在开局10几回合以内，把2个车都对调了，然后进入炮马兵的细棋。最终呢，下到第25手的时候呢，形成炮马卒士象拳对炮马兵士象拳，这我们行话叫官和，就肯定要和了。走到这个第25手的时候呢，有蒋川提出咱和了吧，这盘棋就和了。和了之后呢，我们看呢，蒋川曾经说在这个棋力上啊，我们是比这孩子强，可是在生命到这种情况下，他依然能够孜孜以求的追求象棋艺术，在棋道上我们都输给他。所以后来这个场面呢，是相当感人的。因为这样一盘棋呢，它的象征意义远远要大于比赛的意义，所以最终呢，形成了一个皆大欢喜的这样一个结局。那么我们看呢，小刘洋现在啊，在这个沈阳进行治疗，大夫说了，说你大约需要30-40万，才能你这病有点希望。那么他家里头已经家徒四壁了，借了不少钱了，为了孩子，现在手头仅有1万块钱现金，而这一步化疗治疗就需要1万5，还差5000，后边呢还可能差30-40万。那么这个时候，现场的所有人都在解囊相助，这是一幕相爱心力。可是这样的举动呢，如果你不身临其境，你很难感觉到现场流动的这种暖暖的感觉。12月8号这天呢，沈阳的气温已经非常低了，而在现场呢，每个人心里都觉得热乎。为了这么一个孩子，4位特级大师天南海北的赶过来，而周边这些人为了这个孩子奉献出了自己的精力、财力、体力，而背后的一些组织者为了这个事儿也付出了很大的心血。那么我们看呢，中国象棋界这4位大师确实是顶尖的高手。那么像这样的象棋界的名人，我实事求是给大伙说，棋界的事儿我了解比较多。你比方说许文川，他如果到哪个地方出场参加活动干什么的，咱多了不敢说，怎么这3万5万出场费那是必须的。他下一场大的比赛，他经常得冠军，冠军的奖金也很丰厚。也就是说，许文川从广州这么远来到沈阳这一趟，不是人家没事，广东象棋队还不少事呢。你看蒋川，他马上要参加全国智力运动会；孙永征，我说月底还要结婚，都有事到年底的时候能够抽出时间来忙活来。可以说我非常感动，感动在哪儿呢？我们这个社会的名人呢，他应该尽一定的社会责任。说实在的，咱们经常有那么句话，说各位啊，比方说演员，说各位观众是我的衣食父母；下象棋的，说各位棋迷是我的衣食父母，这一点都不假。全中国有3亿多人下象棋，如果没有这些人愿意看象棋，特级大师指什么吃饭呢？赞助商人凭什么拿钱呢？所以棋迷是地道的衣食父母，演员也是如此啊，没有人捧你，你指什么挣钱？而这个话呀，在很多公众人物嘴里，衣食父母什么的都成了冠冕堂皇的一个装饰的话，他心里根本就不拿一些粉丝、一些观众、受众当回事儿。这种情况在不少明星呢都曾经出现过，一跟你合影了，呲着牙露出笑来了，等转过身问这人这烦人，就不要让他进来，哎，耍大牌装。
那么这种情况呢，反映到名人尽社会责任上，也出现了很多不正常现象。比方说，有的明星一到有什么很大的这个天灾了，出来了，戴着墨镜还耍酷的，做什么这个代言那个代言，捐点钱一转身走了，平常不闻不问这些事儿。我认为他拿点钱这是好的，咱们不否认人良好动机。可是呢，仅仅把这种慈善他部分的当做一场秀，或者说尽社会责任的时候呢，就考虑那个摄像机闪光灯都对着我的时候，我来两下，不对我的时候我压根就不管。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名人应该有的社会责任，应该有的担当。因为你作为一个名人来讲，你得到了这个社会好多的资源，你就有义务来回馈这个社会。你看这个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咱们待会儿看 NBA 好多球星啊，人家说所谓的慈善和担当社会责任， NBA 球星是有固定的计划，比方说我干多少小时义工，我固定到比方说养老院陪老人，到学校陪孩子，教孩子打篮球。你包括你看美国那个，我记得迈克尔·杰克逊已经过世了，这个摇滚明星，他自己开个彼得潘庄园，就专门让一些小孩到他这儿来玩，而且这个玩的过程当中保护孩子隐私，不接受媒体采访。咱们有的明星干这个事儿什么呢？那就希望媒体来，他好扬腕。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一些所谓的炸捐门了什么之类，我们就觉得不足为奇了。其实明星里边，我们看有几个人挺值得人佩服。你比方说，现在这个风筝歌舞团的韩红，她有一个长达7年的爱心行动。韩红的母亲是藏族人，她每年回西藏，带回大量的东西跟钱给西藏的孤儿，援助这些人。所以我认为这样身体力行的明星，而且报道的时候，他不是说不让你采访报道，但是他尽量低调，避免媒体上来这些麻烦。我认为这是真心真意的在做慈善。像李连杰，他搞这壹基金，每个人每个月捐1块钱。李连杰挺大个腕，他做这壹基金目的就是能够让所有人都参与到慈善里边，所以他为这些事儿这些年跑的头发都白了。最终呢，深圳市政府呢向他伸出了橄榄枝，一下子把壹基金由不得不挂靠的红十字会转成深圳这边给了他公募基金的这样一个资格，他可以面向大众公募了。而李连杰这个时候避开闪光灯，我退出来，整个壹基金这个董事局由大伙熟悉的一些名人来干，他反而撤到了幕后。我觉得一个名人真正的有社会担当，不应该让自己的这种担当当做一种秀，只愿意在聚光灯底下尽责任，而在平常的时候往往把这个抛在了身后。这不是一个名人有社会担当有社会责任的名人应该做的事情。那么刚才我们看了整个这个事情的组织过程当中啊，可能大家会发现有一点引起了一些人的关注，就是这个事儿的组织者呀，他的名字叫翁涛，就是去年的时候和这个郭美美之间打了口水仗，又因为王军的事件卷入到了这次郭美美炫富事件当中，那个中红博爱的董事局主席。那么这个翁涛在这次活动当中，他起到了一个什么作用呢？咱们来看一段照片。可能这段视频呢，对于不少的观众朋友来说都多余，他们对这个事件的了解已经很透彻了。那么这个事情啊，咱们回头再来看呢，我倒觉得体现了人性的这种复杂。而且我觉得特别要引起大家注意的是呢，我们判断一个人物，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平和心态？咱们现在在网络上啊，出现了非常不正常的现象。这个人要推崇的，我是他粉丝，他干什么都好；这个人我要看不上他，他干什么都是假的，都是作秀。我们说这个事情毫无疑问，翁涛干了一件好事，但是我们绝不能因为这个事情他干了一件好事呢，就认为他在郭美美事件当中说的所有话都是真的，都是正义的。那么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在郭美美事件当中他有一些负面的东西，那么在这个事情过程当中我们就质疑他是所谓的作秀。人是复杂的，在不同的阶段人的表现可能不一样，他在这个领域可能做出有悖社会公理道德的事情，那么在另一个领域另一个时间地点很可能还有本着千里良知做出了一些对社会有贡献对其他人献爱心的举措。我觉得这个呢，在一个人的身上出现他一点都不矛盾，因为每个人你不可能是绝对的好人，也不可能是绝对的坏人。可是现在偏偏我们有一些网友呢，如果这个人好那就好到底，如果这个人糟那就糟到底。好人你不能有任何质疑，糟糕的人你不能有任何的辩驳，否则在网络上就要把你踏上1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对，就像这一段时间，我知道网上有很多人呢在质疑韩寒，可是韩寒的粉丝呢把这些人都当成脑残。我就觉得无论韩寒做了什么样的好事，
发出了哪些具备公共知识分子良心的言论，那么都得允许大家对他进行质疑。经过质疑之后，这个真相才可贵。如果经不得质疑，经不得大家对你的责难的话，那么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个真相背后你到底要隐藏一些什么东西。所以我说翁涛这个事件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发挥的这种公益作用非常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那么当然在这个事件过程当中呢，也不都是爱心涌动，也出现了一点不和谐的声音。就是当这个小刘洋这个报道啊，辽沈晚报把它公布了之后呢，社会上很多有爱心的人要献爱心，要给他捐款，网上就出现10好几个假冒账号，有一个自称我是刘洋他哥，你就转给我吧，他们家没账号，我再转给他。后来一调查，根本没有这事儿。你想想，我们听到这消息得气愤成什么样？人家都这个样子，你还怎么能趁人之危骗这个钱呢？你于心何忍呢？咱们说点不好听的，如果有一天开假账号这位你患上了这种绝症的话，有人给你捐款，你好意思用这钱给自己治病吗？所以我说呀，这个社会是复杂的，面对这种丑恶的现象，咱们心里都有一杆秤。那么我们看呢，这期我们做这个节目的标题呢，叫走出人生的好棋。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首先我们要把祝福呢送给小刘洋。小刘洋在这样一种状况之下，不忘记圆自己的梦，凭着自己坚强的毅力，走出了人生的这步好棋，把这盘棋下完了。我们也祝愿他在跟病魔做斗争的过程当中，能够善始善终，最终驱走病魔。那么作为这4位特级大师呢，尽到了自己作为名人、作为公众人物的责任。那么千里迢迢来到沈阳，为这个小刘洋圆梦，这也是他们走出了自己人生的一步好棋。那么对于翁涛来说呢，我们不管他过去怎么样，在网上有什么样的言论，这个事情我们要给人家充分的肯定，他在这个事情上也走出了属于自己人生的一步好棋。那么电视机前的每一位观众朋友呢，每当你要碰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呢？我相信我们首先立足于自己不去伤害别人，然后再尽可能去帮助别人，做一些功德无量的事情。做到了这一点呢，不是为别人，而是为你自己，咱们心里不也就舒坦多了吗？做一个好人呢，有的时候你会感到很轻松，会觉得没有负担的。那么人在心地这种纯净的情况下，你自己的生活各方面其他的压力就往往就不会成为你肩头沉重的包袱。所以我们说大家都做一个好人，这应该是我们共同努力的方向。